最近社保的新变化让我看清了一件事情，这些灵活就业人员和小微企业老板才是这场改革中被困住的人。一切要从延迟退休开始说起。去年宣布将缴费年限从15年提到20年时，突然感觉就像刚跑到马拉松的终点线，裁判却突然说，不好意思，终点往后挪5公里，你继续跑。这不只是多干几年那么简单，而是让很多人彻底心灰意冷。官方数据显示，截至今年3月，全国社保断缴人数已经超过4200万，其中灵活就业人员的断缴率高达 38%。 这说明大家已经算明白了，钱交进去，未来能不能拿回来，能不能跑赢通胀，都是个巨大的问号。年轻人宁可把钱存银行买理财，也不愿意交这个看得见交费看不见回报的社保。现在新的政策又来了，9月1日开始强制规定小微企业必须给员工交社保，否则员工可以直接上告，老板不仅要补交，还得加付滞纳金。这彻底断了多给几百块钱工资，员工自愿放弃社保的江湖老路。我预判这次社保新政将引发以下几个蝴蝶效应，大规模退保潮继续。年轻人会更加坚定地退保，他们是今天花今天的钱，不管明天的事，算得比谁都精。小微企业日子更难过，餐饮、诊所、小超市、五金店，这些本就利润微薄的小店，每月多出几千元的社保支出，只能选择转让或直接关门。街上空置的门面只会越来越多，隐性失业增加。老板为了省钱，不敢再招全职员工，而是大量使用已退休的兼职老人和不签合同的劳务派遣。表面就业率没变，但全职的安全感被替换成了临时的不稳定。底层互害加剧，政策赋予了员工反告老板的权利。这可能导致一些离职的员工回过头来要求老东家补齐以前没交的社保，这会催生更多底层的互斗，让社会关系变得更加紧张和混乱。社保本来应该是养老的底线，可现在年轻人一听到社保，第一反应不是安全感，而是坑。政策可能是好心，但如果导致大家都选择不交了，那就是在劝退，而不是改革。我只担心一件事，如果年轻人和企业都不交了，这些60后、70后、80后退休的时候，那笔钱到底从哪里来？